这所监狱很高端，里面住着隐退多年的江湖大佬，一个是象棋高手，此生从未尝过败绩；一个是骗术大师，天下就没有他骗不到的人。别人坐牢都是迫不得已，他们却是为了找乐子。终于，乐子来了。新人阿强被安置在两人中间的牢房，虽然无法见面，也无法说话，但他们只花了几天时间就摸清了阿强的脾气，靠的就是监狱里的流动图书。通过阅读相同的书籍以及交换读书心得，三人建立了非凡的默契。入狱前，阿强以为自己很聪明，没想到人外有人，在大佬面前根本藏不住秘密。出于信任，他坦白自己是被赌场老板下套才锒铛入狱的。大佬们当即拍板，要替这个倒霉蛋报仇雪恨，因此将棋局和骗术倾囊相授。5年后，两人突然宣布，他们已经制定了一个完美的越狱方案，坐等时机成熟。大佬们保证，到时候会带他一起离开。可是第二天，阿强醒来，隔壁的2间牢房已经空了。狱警花了1周时间翻遍了全部角落，找不出他们存在过的丝毫证据。阿强内心悲愤交加。打击还没完，2年后，阿强出狱了。他发现家里已经被洗劫一空，就连柜子里藏的私房钱也没能幸免。小偷只留下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只有与智者对弈，才能增长智慧。很显然，这是2位大佬干的。阿强气急败坏，但是凭着在狱中学到的棋局和骗术，他在赌场上混得风生水起。短短2年，阿强就成了钻石王老五，花钱如流水，赚钱如印钞。Now I'm richer. To buy a chain of hotels.A lot fucking richer. 可以考虑报仇了。阿强来到仇人的赌场，望着金碧辉煌的大门，心情复杂。当年仇人为了赢一盘大赌局，拿哥哥的性命威胁他为自己效力，阿强照做了，也赢了钱。但后来发生了意外，仇人担心他会泄密，便向警察举报了他，还误杀了他的嫂子。为了保证其他家人的安全，阿强最终没有供认出仇人的名字，白坐了7年牢。今晚终于能一雪前耻。这个男人刚到家，发现门口放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捡起来，才弯腰，耳边就响起了密集的枪声。下一秒，身边的保镖全被打成了筛子。他好不容易逃到车上，结果司机又被一枪爆头。完了，今天怕是要被干倒在这儿。就在危急关头，一个彪悍大叔从天而降，只见对方手持机关枪，一顿突突。男人来不及犹豫，闪身入座，终于在死神手里捡回了一条命。事情还要从昨晚说起。阿强在赌场遇到了仇人，此人曾害他白蹲了7年牢。出狱后，他凭借在狱中学到的知识，成了一个百战百胜的职业赌徒。但仇家还不知道阿强的厉害，还没开局就放出一大堆狠话。They say you've become very ambitious in your maturing, and you now wish to acquire yourself a business.A business like my business? But we both know what you are, don't we, Jake? You're a man who needs a master. You're an employee.阿强并不接茬，抢先下注。第1轮，他假装失手，将小钱喂给了仇人。对方沉溺于蝇头小利，意识松懈。这时，阿强提议，要玩就玩票大的，你敢吗？ I'll toss you for everything under your chin. 激将法果然好使，仇人蛮横惯了，立即上钩了。一局定胜负，阿强赢了。他派手下去取钱，但仇人已经杀红了眼，不想收手。 Don't you fucking move.阿强求之不得，他冷笑一声：“我现在可怜可怜你，加倍还是不跟？胜则资产翻倍，败则当场血亏。这还是当初那个任我拿捏的无名小卒吗？”仇人不甘心，最终阿强成了最大的赢家。他从柜台里取出一叠叠的美钞，黑色手提包都差点塞不下。拉链刚拉上，仇人的秘书就找到了他，说仇人希望能再和他赌上一局，不就是输不起？阿强才不傻，选择拿钱走人。这时，一个大叔拦住了阿强，警告他：“你现在有危险了。”说完，递给他一张名片，宣称自己可以帮他摆平一切。阿强也没多想，随手接过，离开了这片是非之地。但他不知道，想在赌场里吃霸王餐可没那么容易。仇人怒火中烧，决心除掉阿强。 Get rid of him. I don't want any mistakes. 结果第2天，杀手差点在阿强家门口要了他的命，而拯救他的人就是昨晚递名片的大叔。大叔带着阿强来到台球室，向他引荐了一个黑人。阿强本想感谢救命之恩，结果谁知这对黑白双煞另有所图。原来几天前，阿强曾摔下楼梯入院治疗，但病因还未查明。而现在，他们掏出一张病历，告诉阿强：“你不仅正在被仇人追杀，还患上了罕见的血液病，只有3天可活。想要保命，就必须先答应他们的条件：一、交出全部存款；2、服从全部命令。这么拉垮的理由，阿强当然不信。他转头联系了2个私人医生，但得出的结果却和黑白双煞说的一样。阿强绝望
忘了自己的大好人生才刚开始，钱可以再赚，但命只有一条。经过激烈的心理挣扎，他还是取出了保险柜里的钞票，回到了台球室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双方终于达成了共识。阿强拿钱给他们放高利贷，还要当他们的马仔。作为回报，黑白双煞会替他报仇雪恨。三人找来2根铁链、一辆拖车，油门一踩，就在一面涂鸦墙上开了一个大洞。原来墙里藏着仇人的保险柜。等他们费劲钻开后，发现里面放着的东西数额庞大。得知噩耗的仇人崩溃了，那可是毒枭寄存在他那儿的奸货，现在说没就没了，简直要了他的命。交货期在即，为了填补亏空，仇家不惜花上3倍高价去求死对头墨镜哥。双方最后决定在酒店进行交易。然而消息泄露，黑白双煞带着阿强火速赶到隔壁房间，戴好防毒面具后，撬开通风管道，将毒气泄露到2个房间，成功麻醉了他们，然后将钱和货一扫而空。等双方醒来时，全懵了，都以为是对家下的黑手。2个头头更是恼羞成怒，引发了一场火拼。墨镜哥在餐厅里安插服务员杀手，杀手虽然被击倒，但还是在咽气前乱射一通，打断了仇人的手指，吓得他差点心脏病复发。与此同时，仇人也派杀手潜入了墨镜哥的阵营。他找的神枪手真的很顶，直接钻穿了墙，仅凭监控视频就能正中红心，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自此，仇人身患残疾，人财两空。阿强终于大仇得报，而且手不沾星，功成身退。黑白双煞果然厉害，但时间一久，双方也产生了矛盾。由于黑白双煞的高利贷专借老弱病残，每次催人还债就变得非常残忍。一次，黑白双煞非逼他枪杀欠债者，阿强拒绝了。望着瑟瑟发抖的老头，他心生怜悯，当场叛变。但黑人完全不怂，步步逼近。阿强立马扣动扳机，但阿强僵住了。原来黑白双煞也不信任他，给他配的枪里连子弹都没有。醒来已是3天后，阿强头疼欲裂，但医生却告诉他，他的病已经痊愈了，而黑白双煞也彻底消失了。不对劲儿，阿强的脑子开始高速运转，开始回顾过去的种种细节，这才意识到黑白双煞就是他的2个狱友，而狱友其实并不存在。在7年的单人监狱中，阿强被孤独笼罩，为了与人沟通，更为了报仇，他分裂出2个新人格。We did this because we are you。一个是骗术大师，一个是象棋高手，在不断的学习中完善自我。即使出狱后，狱友也指引着他步步为营，最终实现复仇大计。或许能促使我们进步的，往往是敌人，而不是朋友。其实片中还有更多值得思考的剧情，由于时间关系，不能一一讲述，推荐大家去看看原片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